静坐的好处数不胜数，静坐的方法成百上千。嗨，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开场我挺好的。我们就接着上一个视频，从零基础开始讲静坐。在上个视频呢，我们非常重点的强调了直接去做、直接体验、直接感受的重要性。不知道看了上一个视频有多少朋友真的直接去做了，在自己直接尝试实践了之后，必然就会面临到一个怎么选方法的问题。我们如何要具备择法之眼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如果看过上个视频就会知道，我们非常强调直接体验、直接感受、直接去做、直接盘腿坐下来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我要先去找一个什么方法。打一个非常粗浅的例子啊，起立，坐下。我们听到这个起立的时候是，等一下，我去搜一下有什么站起来的方法。这个我站起来的时候，我人体会动用到哪些肌肉？我先去学习一下，然后再站起来。那坐下来的时候，稍等，我再去找一些什么，有多少种坐下来的方法，我去看一下。你直接站起来不就完了吗？起立。坐下你就坐下嘛，哪有中间这个没有这么多的过程啊？静坐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静坐，静静的盘腿坐着，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对静坐、对禅修、对冥想这些相关内容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已经对它有滤镜了，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静坐两个字就已经说了，静静的坐着。但是呢，只不过这个姿势就是要盘腿静坐，就这么简单。那有的人说，我要先去找一些冥想的方法，找一些观念头、观呼吸、听引导音的这些方法，看哪个合适。这个就好比是我都还没遇到这个坑，我这个并不是我自己产生的问题，我却要用别人给的方法来进行实践。我没有来由的就要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对静坐还没有真切的感知，不知道坐下来是什么感觉，还不知道观呼吸为什么要观呼吸，观呼吸的后遗症知道吗？听引导音，然后不听的时候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大家只看现在有什么方法流行，但是呢，不管这个方法接下来它的3步远、5步远之后是什么样子，很少人去在乎这个事情。比如说念头很多，好像有看到观的这种方法，观察自己的念头，要对自己的身体感受有这种觉察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还不错，我拿过来用。但是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敏锐度是提高了，但是各种念头、各种情绪的影响，自己对这些内容的觉察也越来越敏锐，痛苦分毫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我知道要盘腿坐正，但是我坐正了之后真的不舒服，怎么办？还有我刚刚坐了一会儿没感觉、没方向，这个要怎么办？是不是这些呢才能是说非常具体的问题？它是我们自己真的静坐了，它是我们自己真的做了，真的自己的感受，有感觉没感觉都是我感觉到的。直接体验、直接感受、直接去做，我感觉我知道，这个将贯穿接下来静坐练习的核心，就是一切都是围绕我来练习的。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对这么多的方法一个一个的去说它的不足之处，它的后遗症，它将会对人们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就是负面的副作用啊。这里指的是，这里再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挑选衣服，衣食住行，衣服大家都会去穿，对吧？我们不可能说把市面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去了解一个遍，然后来学习什么样的衣服是好的，什么样的衣服是适合自己的。只要我们去接触过最好的布料，自己穿着最舒服的布料，版型剪裁最好的，就是自己范围内最好的那个就可以了。我们接触过好的，自然就会知道其他所有次一级的还差点意思的，就是一眼辨真伪，不用去见那么多假的东西，就只用去看真的东西就行了。知道了真的，然后
你就看其他的东西，不用去学习那么多假的资料。有了真的来打底，我们自然的就会有了这个责法之眼，就可以非常干脆的做判断。因为我见过了好的东西，布料手摸上去的触感、剪裁和差一点的它就是不一样。那静坐也是这样子的，虽然错误的方法有很多，如果说要挨个挑出来讲的话，那可以讲几天几夜，每一个都有问题。静坐没有那么多的方法，就是因为人坐不住，要让人坐住了，达到静下来的这个目的，达到体验自己的这个结果，然后而衍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说观呼吸，把我们的注意力拴在呼吸上，跟着吸呼吸呼，然后数息。那比如说观念头，我要时时刻刻觉察自己的念头，就好像就咬着自己的这一念，这个也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靠在一个地方的做法。还有听引导的音频，就是或者说给自己设想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个也是针对于注意力安置的一种方法。其实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就等同于我们在静坐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了。我们的注意力无处安放，于是找了呼吸。这个呼吸它不同于观察念头，就是我们人从出生呼吸就有了，一直到去世，这个呼吸基本上是不会断的，所以找了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点去挂靠。那我们说听指导音去描述这一个情境，让自己沉浸在那个境界里面，境界禅。没有音的时候怎么办？没有那个境界的时候，自己在哪里，自己怎么办？这个注意力要怎么安放，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些方法它是从一个局部的视角出发的，仅仅只是为了解决注意力，却不知道人体整体而言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俯视角度之下人体这个注意力到底应该怎么去把它解决了，这个念头到底应该解决吗？这个呼吸应该解决吗？这个注意力无处安放，到处乱跳，应该让它挂在哪个地方吗？没有从一个人的整体而出发，只是我有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局部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真正的从俯视视角看下去，才会知道这个注意力是在哪里，这个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身体和心理过程和我们的这些念头到底有什么关系，才会知道它们整体的关系。市面上的静坐、打坐、禅修、冥想的方法有很多，但是真正符合人体规律的静坐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松静坐。当人体松到极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肌肉会放松，伴随而来的是我们的呼吸会自然的变缓，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自然的舒缓。注意，这个时候是不用另外去解决注意力的问题的。当人体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变缓，我们的全身肌肉会放松，随之而来的是念头的频次会减少，意识会逐渐变得清晰，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会再到处抓取，而是也会变得舒缓下来。这个时候就没有要解决注意力放置在哪里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只有放松静坐的这个视角是从俯视全局的人体全局的去解决整体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市面上主流的冥想、静坐、禅修、听指导音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于局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个方法，所以呢，它就会在整体性上面有失偏颇。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些益处，就比如说我听指导音的话，会感觉到有一些指导音确实听了之后很放松。没有呢？那脱离了那个境界还放松吗？还舒服吗？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前因和后果，不知道人体的真正的规律，只是说我们在听指导音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听了这个指导音而让我感觉到舒服，是因为我不知不觉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的肌肉松下来了，它会对我有一定的放松效果，是身体和我们自己舒适度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这个指导音听时间久了，它就是会产生抗药性，境界想久了，它也会失去作用。所以只有放松静坐是零成本、
零要求，它是零后遗症，而且它的副作用全是正向的。只有放松静坐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任何一个去处理注意力、去处理念头、去处理念头、境界，这些都不太靠谱啊。就是说，不要拿一个就像扶贫一样，或者刻舟求剑，不要拿一个暂时的东西去练习，直接回到自己。就是我的感觉上来，就是回到自己，我们逐渐回到这个圆心，以自己为圆心，体验自己的存在感。在这个频道的初期，就是前面几个视频，我有用我非常蹩脚的普通话念这个书的全部内容，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这个书是我们20年还是我看一下是哪一年出的？哎，反正就是几年前出的了。但是这个书很多年前我们就写好了，一直没有管，懒得去弄。这本书整本就是一个非常入门的读物，非常适合初期，大概看一下就行了，也不用太看，还是要以练习为主。虽然这个书是我们自己出的，但是不会说疯狂的安利啊，自己要看就看，练习才有用。只有做5分钟。你松下来哪怕1秒钟，这个舒适都是自己真切感受到的，它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丝的涟漪，这个是正向的。但是你说看书的话，又进入到一个理解的状态，就是有兴趣的话就去看，没有兴趣就不建议啊。这个书难怪说我感觉了，书的第1章就是存在感的建立，第1节、第2节也是整本书的核心，以自身实践与感知为基础，建立以我为核心的相对坐标，自己的体验知道答案，一切的练习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是体验自己。但是这个自己的体验，它不是说我今天体验到的我和我接下来体验到的这个自己就是一个了，以后的事情慢慢再说。但是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你现在觉得的这个我呢，就是我，没有必要区分什么大我、小我、自我虚像，各种各样的。文字的伟大就是在于它区分了你、我、他。我们就是来体验这个我字。1和2这2个视频呢，就是给接下来静坐方法的讲解定了一个基调。我们方法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这个展开的，直接体验、直接感受。接下来呢，就会跟着静坐方法自然的延展。有反馈的话呢，我会就挑评论或者挑反馈来讲解，一定要是自己的实践经验。没有这种真实的反馈的话，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静坐的好处，我不太擅长去用好处来吸引大家。是个明眼人都知道，这个静下来的好处就是太多了，广告都不敢这么写。讲出来就会感觉到特别假，你体验到了，你就会知道它就是这样子，也不需要再讲了。没有体验到的，我讲了你也不知道，好像就是在夸夸其谈。我觉得就是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就是先把这个东西讲在这儿，自己去体验吧。接下来我会继续更新关于静坐方法的内容，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期待你真实的反馈。感谢订阅，再见。